防衛省は太平洋上で中国軍の空母から発艦した戦闘機が自衛隊機に異常な接近を繰り返し、最も近い時はおよそ45メートルの距離だったと発表しました。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这个新闻啊，看的我真是直摇头。哎，你说这个日本啊，一天到晚这个戏也是挺多的。咱们中国的歼15啊，那可是咱们的宝贝疙瘩呀，在这个太平洋上空飞了一圈，那是咱们自己的事啊。结果这个小日本就跳出来了，嗷嗷叫唤呀，危险危险！事情啊是这么回事啊，6月11号，日本防卫省啊发了个声明，说啥呢？说咱中国的歼15舰载机啊，在6月7号、8号这2天啊，对着他们的 P3C 反潜巡逻机啊，搞了个危险动作，还说最近的时候啊，离他们的距离只有45米，还发了照片，上面还挂着导弹，好像咱们要打他似的呀。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中国軍の空母3頭の艦載戦闘機が太平洋上の黄海の上空で7日午前10時半ごろからおよそ40分間、8日午後2時ごろからおよそ80分間、警戒監視を行っていた海上自衛隊の P3C 哨戒機につきまとい、異常な接近を繰り返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最も接近した時の距離はおよそ45メートルでした。また8日には P3C 哨戒機の前方およそ900メートルを横切る危険な行為もしました。政府は中国側に外交ルートなどを通じて、中国軍の特異な接近は衝突を誘発すると深刻な懸念を表明し、再発防止を申し入れました。可是这事儿啊，不能光听他们的一家之言，咱们得把这事情啊好好说道说道。是谁先动的手？听好了啊，是这个日本的飞机啊先凑过来的。人家山东舰航母编队啊在那边训练的，你日本的 P3C 没事老往跟前凑，想干啥？偷窥呗。咱们是怎么做的？咱们的歼15就起飞了，上去陪他飞了一会儿，保持在45米的距离。这是啥意思啊？就是要警告你啊，别过来，再过来要小心我削你。更狠的还在后面啊！8号那天，日本飞机它又来了，咱的歼15啊，直接从它前面900米的地方，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这叫啥呀？这叫横切。而且啊，咱们还开了这个电子战系统，直接把日本飞机的雷达给搞瘫痪了。这45米啊，可不是随便飞的啊，这是咱飞行员啊经过精确计算的，既能让你日本飞机啊感觉到压力，又不会真的撞上去，懂不？这就叫安全威慑距离。还有那个横切啊，那更厉害了，歼15飞过去啊，产生的尾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再加上这个电子干扰，直接把这个日本飞机就给逼走了。这叫尾流攻势加电磁压制，厉害吧？这日本为啥这么激动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了啊。日本这次跳出来就是想炒作中国威胁，掩盖自己的焦虑。他们自己啊偷偷摸摸的侦察咱们的航母，还反咬一口说咱危险。哎呦，真是不要脸哦！咱外交部啊早就说了，是日本的飞机啊老往咱们跟前凑，才是这个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咱们在这个中国自己的地方训练啊，天经地义啊。这以前啊，美国一直想用岛链技术啊，把咱们中国堵在第一岛链里，不让咱们走向深蓝。这岛链战术嘛，说白了就是在这个美国的盟友，比如这个日本啦、韩国啦、澳大利亚这些地方啊，部署军事力量，形成一道道锁链，把咱们困住。第一岛链是指以中国台湾岛为核心，向北连接琉球群岛、日本群岛，向南串联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一条链型岛屿带。第一岛链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为了对部分亚洲国家实施封锁和包围，美国提出了东方弧线以及新月型的封锁战略。1991年苏联解体后，针对目标也从苏联转为了中国。除了第一岛链，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还以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为依托，以日本关岛为中心，将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等岛屿串联起来，组成了第二岛链。之后又在美国本土以夏威夷为中心，将阿留申群岛以及大洋洲一些群岛组成一道防御线。
但是啊，现在咱们解放军的双航母都跑到西太平洋溜达了，这说明啥呀？说明美国的第2岛链啊已经被咱们突破了，美国的岛链战术啊也快玩不转了。这下美国自己也开始怀疑岛链战术的效果了。最近啊，这个五角大楼就在放风啊，说打算放弃澳大利亚提供的核潜艇的计划。要知道啊，美国一直把这个澳大利亚当成遏制咱们的桥头堡啊，想帮澳大利亚提升海军实力，核潜艇啊就是关键。现在呢，这个美国却打算放弃提升澳大利亚的军力，这让日本啊就成了惊弓之鸟，害怕这个美国啊把自己也给放弃了。正是因为这种焦虑啊，这个日本啊才着急和咱们的解放军啊在海上摩擦。想向美国证明啊，自己在遏制咱们中国方面还是有用的。这个2战啊，日本战败后，美国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就把日本的手脚给绑起来了。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美苏争霸、朝鲜战争、俄乌冲突等等，这个日本的军事组织啊一直在给自己松绑。现在日本的武装力量虽然叫自卫队，但其实从战斗力来看啊，早就形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准军事部队，在全球范围内啊也算得上是佼佼者了。而现在日本炒作咱们解放军军机危险抵近，可以看作是这个日本想进一步松绑的信号。一方面啊，这个美国可能是为了封锁咱们中国，继续强化这个日本的自卫队；这另一方面啊，通过炒作所谓的什么中国威胁啊，也能为这个日本后续自我松绑啊制造借口。美国总觉得咱们中国的崛起啊会威胁到美国的霸权，但其实咱们中国根本就没想过要取代美国，咱们的志向是星辰大海啊。最近啊，咱们的辽宁号和山东号这2艘航母啊，哥俩好啊，在硫磺岛那旮瘩碰头了，这可是历史性的一刻啊！你想想，航母是啥？那是海军的宝贝疙瘩呀，是能跑能打的海上堡垒。这2艘航母凑到一块儿，那个战斗力啊，那叫一个蹭蹭的上涨啊！这说明咱们的中国海军啊，现在能跑到老远的地方去溜达了，而且还溜达的挺溜的，这腰杆子硬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舰舰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加速前往预定海域，多架歼15战机已完成出动，他们即将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实战化演练。这事一出，美国那边啊就有点坐不住了。他们经营了几十年的岛链战略啊，眼瞅着要不行了呀。美国媒体 TWZ 就说了啊，中国海军这是要冲出第3岛链了，这语气啊，那叫一个酸溜溜啊，就差没说羡慕嫉妒恨了。那这次出去溜达的啊，可不止2艘航母啊，这后面是跟着一大帮的兄弟啊，足足30多艘军舰呢。这阵仗啊，那叫一个气派啊！里面有啥？有055型万吨大驱，那可是咱海军的带刀侍卫，这个头大，火力猛。还有052D 型驱逐舰和054A 型护卫舰，都是能打能扛的好手。这些军舰加起来有多少导弹发射单元？960多个！我的天哪，这个火力密度啊，比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啊还要猛。这个不是闹着玩啊，更厉害的是这次出去啊，带着这个歼15T 舰载机，这飞机啊经过升级改造，从这个滑跃起飞的航母上起飞啊，也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45米的近距离，小日本也体会到咱的厉害了。你想想啊，当咱的这个双航母编队出现在关岛以西海域的时候，美国那艘华盛顿号航母干了啥？它竟然战术性后撤了。说白了啊，其实就是怂了呀。面对咱中国的海军啊，有点力不从心了，底气不足了。更逗的是啊，美国最近啊还把这个部署在关岛的 B-52战略轰炸机转移到了澳大利亚去了，这不就是未战先撤吗？可能美国也觉得啊，这个关岛这个地方啊不安全了呀。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专家就说了，中国海军啊正在把这个美国的战略后方啊变成新的前线。这话说的那叫一个到位啊，一针见血啊！咱中国海军啊其实也不是一天就变得这么厉害的。从2015年第一次突破第1岛链，到2020年形成环台岛战备巡逻能力，再到今天啊双航母前出第2岛链，咱们用了10年的时间啊，走完了这个西方国家半个世纪的路啊，这速度杠杠的呀！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推演了一下啊，按照现在的速度，到2028年，中国航母在这个第3岛链出现，那都不是啥稀罕事儿了，而是家常便饭。现在啊，咱中国的第3艘航母福建舰也快要服役了。这艘航母啊，它是配备了电磁弹射系统，能搭载固定翼预警机和更先进的舰载机。到时候啊，咱们中国的航母编队的活动范围啊，肯定会更远呀。现在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啊，正在发生变化。东南亚的国家不太愿意参加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了，南太平洋岛国啊，也开始允许中国海军啊去补给了。这些变化啊，说明建立在军事霸权基础上的旧秩序啊，就要被这种更加平等包容的新秩序啊所取代了。咱中国海军啊，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啊，太平洋啊足够宽广，容得下所有国家的和平发展。这就像啥？就像咱的这个客厅啊，足够大呀，能容纳所有的客人。从这个历史的高度来看啊，咱中国的航母编队突破第2岛链的意义可不只是军事上，它标志着西太平洋的力量对比，它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也预示着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架构啊，也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当咱的这个中国航母啊，在更遥远的海域留下航迹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啊，这个真正的安全啊，不是靠这个画地为牢的岛链封锁，而是靠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个新型国际关系。这条通往这个深蓝的航程啊，不仅承载着一个古老海洋民族的复兴梦想，更在书写着这个人类海洋文明的新篇章啊。这就说明啊，咱的梦想啊，不仅是咱们自己的，也是全人类的呀。就像咱们外交部发言人说的那样啊，中国这个海军的所有行动啊，都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啊，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造者。未来啊，随着咱们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不断提升啊，太平洋将会见证更多和平和合作的故事，而不是对抗与冲突的悲剧。所以说，各位，咱们要对咱们的海军有信心啊，对咱们的国家有信心。中国这深蓝色的梦想啊，也一定会实现的。当然啦，咱们也不能光顾着高兴，也要时刻保持着警惕，既要看到咱们自身的强大，也要看到潜在的风险。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